男嘉宾赵先生22岁，来自内蒙古学生；女嘉宾周女士22岁，来自天津学生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年轻人啊！谈恋爱谈了多久了？1年多了。谁追的谁啊？他。我追的他。哦，咋追的呀？一开始我俩只是一个学校，咱们不在一个专业啊。然后后来他就转到我这专业来了。我俩你是啥专业啊？我是水文专业。水文专业。对。哦，这姑娘厉害啊！然后呢？然后后来他就在我们班里，他算女生堆里长得比较出众的。啊，女生堆里，你们班那个女生？因为我们这个专业本来就是男生多女生少。就是啊。然后他在我们女生堆里属于那种让我一眼就喜欢上的女生。然后慢慢我就追了也挺长时间。多长时间？追了得有1个月吧。挺长时间是1个月是吧？千辛万难是吧？行，就成你女朋友了是吧？怎么了？刚开始吧，他追我确实挺用心的，然后跟其他追我的男生特别不一样。哟，其他人怎么追，他怎么追啊？其他男生可能就是说喜欢我，然后我不同意就不追了。但是他就是属于追我不同意他还追，然后在一起时间长了以后，他就特别小心眼儿、玻璃心，一点小事就是特跟我争吵。他怎么个玻璃法呀？去年暑假他不回老家嘛，然后我就跟几个好朋友想出去玩几天。他知道以后就给我打电话让我回家，我说我不想回去，我想玩几天放松放松心情。去哪玩？去大连。不是挺好吗？然后他就是让我回家，他就说如果你不回家的话，我就不吃不喝，你看着办吧。绝食。不是，你知道他们一开始他们4个人出去玩的。然后其中还有2个男的。我不知道他跟那2个男的是什么朋友都是。关键我不知道他跟那2个男的是什么关系。他跟我解释是说从小到大玩大的朋友。对，那这跟你绝食有什么关系吗？因为一开始我就不希望他跟男生走得太近然后就希望他赶紧回家。如果是一开始他说他跟他妈或者他跟他姐出去玩，我也不可能有这担心法啊。是，绝食了吗？后来我就1天没吃没喝。1天没吃没喝？你就回去了？不是，他妈还给我打电话，说那个我儿子1天不吃不喝了，让我跟他妈也没见过面，我就觉得真太尴尬了。我感觉我虐待他儿子似的。他妈这跟你没关系啊。他妈那天给我打了3个电话，说我儿子不吃不喝，说要不然你跟我儿子说一下吧，说你要不然你回家算了。那主要一开始我以为我这样式做能让他说出于心疼我快点回来，结果他还是我这招没用，我只能把我妈搬出来了。最后他也是回来了。回了吗？回来了，玩了1天就回来了。就等于没玩呗。那你说他每天跟那2个男的天天在一起，那谁知道以后会发生点什么呢？哎呦，你个臭小子！行这事儿你就原谅他了？没有，就是把我气得够呛。回来之后我俩又吵了一架，然后呢？吵的，但是也是我就揍他了。谁揍谁啊？我揍他。你还暴力呢？不是，就是挠1、2下。行吧，反正就原谅他了是吧？再往后呢？然后就是因为前男友那个密码的事儿，然后我觉得真的是女生嘛，本来大多数女生可能都记性差，比较懒。然后我俩逛超市，他看见我的支付密码了，然后质问我也跟他说了实话了，我说那是前男友生日，因为我不想骗他，但是我确实就是懒，记性特别差。那你说我哥们的女朋友咋都没这样过呢？他们在一起把前任清得特别干净，我跟你在一起，我从你身上还能看出前任的影子过来。但我就是记性特别差呀。我闹不闹心？特别懒，一个密码如果时间用长的话换别的，我在意什么的话。不是你凭什么看人密码啊？我俩在一起1年多了，我看了你有10年，人家不让你看也不能看呀。我的密码都是他的生日，都我俩在一起的那一天。那是你自己愿意呀。那他也知道啊，那我看他不也很正常？知道啥呀？人家想让你看吗？我要知道的话也没毛病。你想让他看吗？我不想让他看。那你对呀，看见没有？我看了，但你确实让我发现了他的密码就是他前任生日。怎么了呢？我不高兴。
臭然后毛病，这么大的最小伙子。过分的是，我感觉他就是像那种小人一样。那你就不能这么说。因为第二天我们两个去图书馆的时候，我也挺困的，就睡着了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想给舍友打电话，我发现那通讯录的名称全让他改成了“我恨你”，1、2、3、4。因为我觉得他通讯录里可能还存在他前男友的联系方式，我心里过意不去这事儿，我就所以。手机让你改成那样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后来你又原谅他了？哦，后来对。然后后来吧，后来从图书馆出来之后，我俩也是吵了一架。当时他气不过我，他脾气一上来，从地上找了一根木头棍子追着我就满教学就打了。我俩现在一吵架他就动手。行了，为了你的人身安全，你们分开吧，这样比较好，是吧？姑娘，我看是一心一意要跟他分手，是吧？这小子还做过什么过分的事儿吗？跟他在一起，我连喜欢偶像的权利都没有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我偶像是韩庚啊，然后他公布恋情以后，我就在朋友圈发了一个就特别失落的朋友圈，他看见以后，他就也你发了个朋友圈说他恋爱了，你很失落，是这意思吗？然后他也发了一个说我朝三暮四。女明星有时恋情，你都得发个声说你以后不能嫁给他了。那一个看不见的摸不着的明星，你是跟我在一起待的时间长，还是跟他？那我喜欢偶像多少年了，你也不是不知道，跟你在一起才多久呀？咋的还不能喜欢偶像了？那我朋友圈里都是咱俩，你朋友圈里冷不丁就冒出一个男人出来。他有想法，不是人家也没有吗？你吃这干醋，你哎呀！反正我这你真吃醋啊？真的。就那个跟男同学去出游什么的，我觉得咱们可以拿来讨论讨论，对吧？你这有个，这不就是个情绪表达吗？就是我不开心了，我的偶像结婚了，哎呀。那假设主任，我如果在朋友圈发了条说我的哪个异性偶像，然后他要是怎么样，他不是也不高兴吗？你高兴吗？我不会，没有什么，这不会有情绪吗？我觉得。谁都喜欢偶像吗？这个事儿，你们俩，哎呀，真是，还为这事儿生气啊？难怪你瘦呢，孩子。这事儿打了吗？打了。然后你又打他？打完之后你还求人家和好，是这意思吗？打完之后我俩也就好几天没说话，后来慢慢的我觉得谁承认错误了？也是我。行，小姑娘，这恋爱谈的挺好吧？我估计你后面还肯定招他是吧？一堆招他。压抑的。还压抑哈。那你说他每天出门都要化妆出去，不化妆这女不出门，是不是特别浓的妆？是不是你女朋友？是，那关键是就是因为是我女朋友，所以她走在大街上，哪个男的这么丑的，我心里都很扎心。那我寻思打扮漂亮点，不给你长点脸吗？你们俩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？是分手的状态还是什么状态？分手状态。分手状态，分了多久了？1、2个月了吧？都1、2个月了。他过来找我求和，我现在已经是基本上不跟他在一起。为什么跟他分啊？当时？他总出去兼职一些礼仪，然后那次有个男模特过来献殷勤讨好他。我觉得我每天也是因为一点事儿吵吵闹闹的，我就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我得做这些事儿出来改变我俩目前的现状。于是那天我就想给他制造一场浪漫的求婚。你求婚了？然后那天我就帮我哥们借了一辆车，在后备箱里准备了99朵玫瑰，还给他买了个戒指。然后我就带他去了一个特别浪漫的地方。当时我都已经。我做这些事儿，我是满心期待的，寻思他能过来给我一个拥抱，或者是抱头痛哭怎么样的。结果他给我的态度特别冷漠。你怎么说的？我说，亲爱的，我们现在都在一起吵吵闹闹，你累了我也累了，所以说我想改变目前这种现状。于是我就觉得求婚想巩固俩感情吧。他当时都特别冷漠，然后直接给我扶起来说我们回去吧。你不是这意思就是别吵了吗？人姑娘说起来吧，咱不吵，咱回去吧，这不是达到目的了吗？那说他这么说不相当于拒绝我了吗？他那天拒绝我了。不是你没说要干嘛呀？你只是说咱俩别吵了呀。是我说别吵，然后我说对，他说起来吧，就不吵了。然后我那意思就是说现在我可以给你个承诺，以后我们将来结婚。你说了吗？我说了。然后他说什么？他就说起来我们回去吧，反正他的意思就拒绝我了。没拒绝呀，这不算拒绝呀。真拒绝我就一个人就拒绝你了，怎么着吧？就一个人开车回去了。一个人开车回去了。他把我也丢在那儿了，我所有东西还在车上呢，然后他就开走了。花呢？花他带走了。你把你的道具又全拉回去了。行。后来呢？后来就是回去之后，给他打电话，我说分手，他就
不行，又死拽着我。啊，那到后来到了因为什么分了1、2个月呢？现在？因为我想出去接活动的时候，他总是不让我去，说是怕是有别的人对我有非分之想。啊。然后就一直死拽着我，不让我出去。我就觉得跟他在一起，连自己喜欢的工作都不能接，然后平常出去弄头发什么的，弄头发啊，他也跟着我。我那还不是放心不下你吗？不是，你就不放心你跟在外面怎么了？有错吗？不是，他做个头发又怎么了？因为理发师是男的。就是这个世界所有的男人。我觉得这个还不算特别过分的。我学车那会儿，他以为教练是女的。然后知道是男的以后，他就跟着我去了。他那儿他也没有待的地方，他就带一个小马扎坐那儿了，监视我，跟看犯人似的。小伙子，太累了吧？因为我是一个特别没有安全感的人，我就觉得我的东西，包括我的女朋友，别人看一眼或怎么样，我都心里不好受。我都希望她是只能属于我，不能属于别人。她这么漂亮，出去肯定有1、2个男的会对她怎么样的。我一想到这儿，我就觉得我必须时刻在她身边，我得保护她。这是我的想法。所以你害怕了是吧？其实我觉得跟他在一起，他保护我，然后对我各种好，我觉得心里还是挺有他的。而且分手之后吧，我也挺难过的。但是我一旦想到如果和好，他还是这样，我觉得还是先分开一段时间。那我不是因为太爱你我才会这样？行吧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问问老师们的意见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刚才在听你讲的时候，就帮你总结了你几个关键词，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哈？第一，你是一个非常敏感的男生，然后呢，你又是一个没有主见的男生，你还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男生，但是你又是一个占有欲极强的男生，所以你就是典型的妈宝型的男孩。就你总觉得我不论出现任何的状况，后面都有我妈撑着。最后一招，我就把我妈搬出来。她出去玩，你打电话逼她回家，你先绝食，绝食要不行的话怎么办？把妈搬出来了。还有，就是他这个偶像问题，就你都分不清现实和非现实的状况，所以足以见得你是一个多么没有主见的男生。如果你一直是以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话，就想我要拴住你，看住你，你是永远看不住任何一个女人的。这个世界上除了男人就是女人，你难道只让她每天活在只有女人的地方，没有男人的地方吗？可能吗？所以你要调整你的状态。如果你要是一味这样下去的话，你挽回她基本上是没有希望。接下来说女孩，其实你也有问题，你也不成熟。为什么？无底线的原谅啊，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认清楚他自己的错误在哪，或者你干脆都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承认到自己有错。只要说一句我错了，一哭，哎呦你就心软了。所以你的无底线的原谅造就了他今天对你的死缠烂打，并且不知悔改。所以你也要坚守自己的底线，要有坚决说不的勇气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女孩问一个问题啊，为什么每次她这么过分的举动你都会原谅？因为他有一双鞋穿了1年，但是那天我记得特别清楚，就是我生日的时候给我买了3双，就是那种特别好看的鞋。所以你觉得他为你可以什么都不要？但你错了，钱也不是他挣的，那不是他的东西。他真的这么在意你吗？他在乎的是自己那份感受，他不在乎你的感受。他动辄就可以幼稚的这种自残啊，甚至不顾后果的一些行为，归其原因他只在乎自己，你只是成为他自己东西的一部分。你其实也不大，你也不成熟，你会被他这种无理取闹啊，也陷入一种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当中。你还伸手打他，你以前也会动手打你的前男友吗？不是，他是第一个。
你觉不觉得有些行为是认识他之后才有的？对。慢慢才形成习惯了。哦，你这么控制不了自己，那我也控制不了自己。所以你们俩是互相传染的，都无法控制自己正常的情绪，管理不好自己。同时呢，不知道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事情。任何一段恋情当中，如果迷失了自我，就不健康了，势必会分开，而且会造成彼此的伤害。所以啊，先要管理好自己，学会控制自己，然后再用真正的那种爱去吸引对方。管是管不来的，求也求不得的。你越这么做，越相反，他会越讨厌你，是这样。烟火哥，你说了一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，也是现在很多人一旦出现问题就会找的一个理由，说我没有安全感啊，所以我得看着你。这只是借口，这并不是什么没有安全感。你所谓的没有安全感，只是你不愿意努力，不愿意上进，不愿意改变自己、提高自己的理由而已。你想让他在你身边，需要的是你更努力，更懂他，更懂得怎么陪伴他，怎么爱他。你不愿意努力，不愿意进步，用一句我没有安全感，给自己找个借口，天天缠着人家。我要是他，我也不会再喜欢你。请你把那份看着他的时间和精力用来提高你自己的情商，提高你自己的能力，你才能拥有一个不用看也爱你的女朋友。姑娘，我想跟你说的是啊，你会动手打他，会情绪失控，而你这种失控和任性的性格就只会招这种类型的男孩。你只能学会让自己不再那么任性，当你情绪来的时候，努力学会控制，才会有一个优秀的男孩，不再看你的男孩来到你的身边。否则你就只吸引这种类型的。你动手打人的那一刻开始，你就已经完全放纵了自己的感受，没有约束，没有控制，甚至没有底线，这怎么可能收获美好的爱情？所以固然我们青春的爱情会有伤痛，但我希望那是能让我们成长的伤痛，而不是你们这么恣意妄为的去挥洒自己的青春。恋爱需要用的是脑，不是用手，也不是用看。谢谢。注意到女生一开始说的一句话，她说她是所有的男生当中唯一一个我拒绝之后依然坚持追我的男生。你认为这是一种执着？别再纠缠了，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，真情60秒。我觉得有时候可能说我管你管的太多了，因为这可能限制了你的一些自由，你感受我有时候没有考虑的到位。以后我会改掉我身上的一些对你的约束。其实回想起我们以前还有很多甜蜜的时光的。那你也要知道，我这么管你，只是因为我太爱你了嘛。最后还是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们和好吧。谢谢。谢谢两位，请回啊！谢谢你们。来，请关门。我觉得我到台下之后还会再把他追回来的。啊，你试试吧。好，谢谢你，请回。